Hello， 大家好，我是 Liz， 今天要来说说米其林2022年的台湾榜单。今年的评鉴已经是第5年了，原本以为大家都习惯了，没想到又回到类似2018年台北首届的状态，热议程度盛况空前呐。那当然是因为今年新增台南、高雄2座城市，大家都很好奇米其林会怎么看待南台湾的餐饮。毕竟米其林是一份以法式 Fine Dining 为基础的餐饮指南，高雄这2-3年开的 Fine Dining 餐厅水准够不够呢？台南会不会整本都必比登呢？结果台南还真的1颗星都没有高雄也只有2间餐厅摘下1星，还都是国外主厨来开的餐厅，就是我们先前已经预测过的 Liberté 与城。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你可能想问，米其林的评鉴标准到底是什么？像我心目中最大的遗珠高雄的 Mark L3，到底为什么摘不到星呢？请大家要看到最后哦，我们还有今年的榜单遗珠分析哦。今年台南没有米其林星星，其实我不意外。一方面是要回到米其林的5大标准，二方面是米其林的评鉴是法国观点，进入新的城市本来就需要磨合。什么是米其林评鉴的5大标准呢？他们的说法是以下。那大家看完是不是还有点 get 不到呢？其实这5大标准的达成率就决定了餐厅可以拿几颗星。1星就是餐厅已经使用了优质的食材，并且提供用心制作、风味独特的美食。2星再高一个层次，主厨的个性和才华在专业制作的美食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代表厨艺精湛。而3星就是最高等级了，除了有好的食材、好的烹饪技巧、有个人特色，还必须被提升到艺术的层次。主厨的创作将注定成为经典。你可以发现，星星越多，米其林评审员注重的创作层次就越高。用画画来比喻，小孩子的涂鸦就只是涂鸦，而毕卡索的涂鸦就是旷世巨作了，因为他已经被认为是一位艺术家。米其林看待厨师做的菜也是类似的道理。另外，米其林也强调他们的评鉴标准与方式是全世界一致的，这样才能确保东京的1星餐厅以及纽约或柏林的1星餐厅具备相同的水准。虽然实际上各个不同国家与城市的餐饮表现以及饮食文化就是不一样，但是米其林官方就是这么认定的。台南今年没有米其林星星，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米其林是一份以法式 Fine Dining 为基础的餐饮指南，它的法国标准可以通行世界吗？其实，米其林从2000年代开始进军国际各大城市后，每发一本新的指南，就遭受一次当地民众的严厉批评。米其林第1本跨出欧洲的指南是2005年的纽约版，当时美国的餐饮界已经确立了新美式料理这样子的料理概念，而米其林却还把星星颁给很多法国餐厅，让美国人气急败坏批评米其林只吃得懂法国菜，不重视料理的内涵。而米其林在2007年进军东京，2008年跨足香港与澳门，都曾面临类似的批评与指教。以香港的第1年来说，香港人最爱的茶餐厅榜上无名，很多香港人批评米其林只是鬼佬口味，吃不懂中国菜。而这种怨恨的情绪，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呢？其实不是米其林吃不懂亚洲菜，而是审美观不一样。米其林偏好的饮食形式就是建立在法国 Fine Dining 之上。法国 Fine Dining 是什么？它高度形式化，一道菜用组合的方式完成，食材、酱汁、装饰层层堆叠，味道也是层层堆上去的，而不是合味。而且讲究美感，菜本身要好看，菜色跟器皿必须搭配，采用位上分餐的方式，1人1份，一道一道菜分开上。那我们再回来看看台南传统的小吃或餐厅是不是符合这样的形式呢？答案就很明显了。回到台南、高雄的米其林名单，米其林今年星星给的是不是太小气了呢？从以上的客观标准来看，无可厚非。但如果回到台北的第1年，当时就有名福、金蓬莱这样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台菜摘星，
而台南、高雄完全没有，的确会令我们有点失望。而高雄这2-3年开了几间具有 fine dining 脉络的餐厅，最后摘星的也只有 Liberté 与秀，更让人觉得有点唏嘘啊。其实我们可以回到入选餐厅来看，蛮多没有拿到星星或必比登的店家是落在入选餐厅里面的。以台南来说，几间传统台菜里，除了阿美饭店有得到必比登，星星餐厅呢也被列入入选餐厅里了，而阿霞饭店连入选都没有，真的是蛮令人意外的。不过阿霞饭店的第3代吴建豪主厨自己创办的锦霞楼入选了。而像阿村牛肉、阿裕牛肉这2间知名的牛肉汤，虽然没有拿到必比登，也是有入选。而比较精致的西餐，例如原则餐厅，还有涛弄杯也在其中。而棒肉铺是另一个亮点，这个是福迪圈很受好评的一间烧肉店，算是米其林有眼光。几间事前被预测可能摘星的餐厅，例如 Mark L3、李蹦、Majesty、五开 Tay， 还有 Thomas 简、Opus One 等等，都落入了入选餐厅的范围。那其中李蹦跟 Mark L3算是预约困难店啦，可能有影响到他们摘星的机会。另外呢，备受吃货圈喜爱的台南旺也有入选哦。而寻之屋是我的一个老饕朋友的口袋名单店，米其林还是有做到功课的。那我私心最大的遗珠当然就是 Mark L3了。那我真的很喜欢 Mark 主厨做的菜，他做菜很有感情，料理有很多细节，却又能营造出轻松爽快的气氛，我很喜欢。那我也觉得他是有1星水准的，这次没有摘星，跌破很多人的眼镜。那也希望米其林能够回去造访 Mark L3，并且真正去欣赏 Mark 主厨的料理。那有人会想问，餐厅的装潢、服务、气氛啊，会不会影响米其林做评鉴呢？米其林是不是都偏好高级的餐厅？其实米其林向来主张，他们只评鉴餐盘里面的食物，而不包括餐厅的舒适程度。而餐厅的舒适程度，过去是用叉子和汤匙的符号作为代表。不过目前米其林指南，不论官网或是 APP， 都已经没有叉子和汤匙的符号了。但应该不影响米其林只针对餐盘里的食物做评鉴这件事情。那虽然3星餐厅通常都是比1星或没有星的餐厅来的装潢华丽、服务细腻，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相反的例子，例如寿司之神前东京米其林3星树纪屋条次郎，它的店面就非常朴实，甚至没有厕所，服务也很简单，还是拿到了米其林3星。因为评审员认为小野二郎师傅的寿司已经达到艺术的境界。那后来因为他们定位改为会员制，才在2020年被取消3星。所以餐盘里的食物才是最重要的，但口味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我也觉得一间餐厅好不好，很难只让某一个权威说了算。但是米其林造成的全民热议，还有为餐饮产业带来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也因此，在做相关的讨论时，我觉得必须回到客观标准来看。这也是为什么这集节目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谈米其林自己定义的评鉴标准，希望大家更了解米其林咯。而交通部观光局跟米其林续约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还会看到米其林继续评鉴台北、台中、台南、高雄4个城市。而台南跟高雄今年星光虽然暗淡，但也代表还有很多成长空间。观察未来的榜单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咯。那你对于今年的米其林榜单满意吗？你心目中有哪些遗珠呢？都欢迎留言告诉我。还有，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